3月7号上午，外交部长秦刚在两会外长记者会上的首次亮相备受瞩目。在将近2小时的时间里，秦刚回答了中外记者共14个问题，中美关系受到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秦刚从多个面向进行了回答，这也充分揭示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秦刚再次强调，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将地动山摇。第一个涉及中美关系的问题，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提出。他在提问中引述了秦刚部长今年1月4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的署名文章的一句话：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和我们星球的前途命运。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对中美利益分歧不断扩大对两国发展健康稳定的关系表达了担忧。秦刚表示，前段时间中美关系发生了无人飞艇事件，这完全是一起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偶发意外事件。然而美方却违反国际法精神和国际惯例，有罪推断，过度反应，滥用武力，借题发挥，制造了一场本可以避免的外交危机。从偶然中可以看到必然，那就是美国的对华认知和定位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把中国当作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和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这第一颗纽扣扣错了，就导致美国的对华政策完全偏离了理性健康的正轨。秦刚强调，美方声称要经营中国，但不寻求冲突，但实际上美方的所谓竞争就是全方位遏制打压。美方所谓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不发生冲突，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这办不到。如果美方不踩刹车，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狂飙下去，再多的护栏也挡不住脱轨翻车，陷入对抗冲突。谁来承担其灾难性的后果？近些年来，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遭遇到了建交以来呢，前所未有的困难的局面。那么从根本上来说呢，就是美国的中国观出了问题，坚持用旧的那一套冷战思维，用阵营对抗的思维，来去认识世界，去认识中国。在担任外交部长之前，秦刚曾担任第11任中国驻美大使。在美国工作的524天里，秦刚的足迹遍及美国22个州。秦刚表示，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在美国工作期间，多位美国人向他表达了对中美友好的愿景，包括洛杉矶长滩港码头工人、艾奥瓦州的农民、美国的大学校长们和明尼苏达州英华学院的小学生等。每当我想起他们，我就在想，决定中美关系的应该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而不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和歇斯底里的新麦卡锡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回答关于台湾问题的时候，秦刚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首先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里的2句话：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台湾问题怎么解决，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对于两岸来说，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秦刚强调，作为骨肉同胞，我们将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同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中国反分裂国家法对此规定得很明确，如果出现了违反该法的情况，我们必须依宪依法行事。
秦刚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台湾问题之所以产生，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之所以同美国谈台湾问题，是要求美方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秦刚还对美方发出3连反问：中国人民有权问，为什么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大谈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却在中国的台湾问题上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什么一边要求中方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一边却长期违反817公报向台湾售武？一边口口声声地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一边却暗地里制定了摧毁台湾的计划。秦刚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真实威胁是台独分裂势力，定海神针是一个中国原则，真正护栏是中美3个联合公报。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地动山摇。台湾《中国时报》认为，秦刚手拿宪法讲解台湾问题的立场，主要是说给美国听的，而中国大陆对美台勾连的惩戒措施也越来越严厉。截至目前，已经有约10名顽固台独分子被列入制裁清单。今年2月16号，中国商务部将参与对台湾地区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实施罚款等一系列制裁措施。外界认为，此举已经对这2家美国军火商的上下游供应链企业形成震慑。有记者表示，美国声称要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将印太战略视为重要抓手，不少地区国家因此受到很大压力。秦刚表示，美国的印太战略标榜自由开放，实际上拉帮结伙，搞各种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号称维护地区安全，实际上挑起对抗，策划亚太版北约，宣扬促进地区繁荣，实际上要脱钩断链，破坏地区一体化进程。美国公开声称要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这恰恰暴露了印太战略围堵中国的真实目的，其最终结果只会冲击以东盟为中心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损害地区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注定走不远，行不通。我注意到最近不少地区国家的领导人表示，东盟不能成为任何外部势力的代理人，不能陷入大国博弈的漩涡。的确，亚洲，我们的亚太地区应该成为合作共赢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棋盘。任何冷战绝不容在亚洲重演，乌克兰式的危机绝不容在我们这个地区复制。记者会上，中俄关系、俄乌冲突、中欧关系也备受外界关注。秦刚称，中俄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俄关系越应稳步向前。他还回击有的国家用冷战结盟的滤镜看中俄关系，看到的不过是自己的倒影。对俄乌冲突，秦刚指出，似乎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俄乌冲突延宕升级，同时也希望欧洲经历了乌克兰战火的磨难，痛定思痛，真正实现战略自主，长治久安。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既不对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也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和挑拨。中俄携手，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有了动力，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就多了保障。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俄关系就越要稳步前行。在7号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俄罗斯塔斯社问及中俄关系能否为国与国关系提供新范式。秦刚表示，元首交往是中俄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大国关系范式是观察中俄关系一个很好的视角。中俄成功走出了一条大国战略互信、邻里友好的相处之道，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有的国家习惯用冷战结盟的滤镜看中俄关系，
看到的不过是自己的倒影。我觉得秦外长在回答这个中俄关系的问题上，否定了和反驳了对中俄关系的一个歪曲和误解。第一呢，就是他反驳了相关所谓中俄关系军事同盟论，第二呢，就是他这个驳斥了相关对中俄关系的其他方面的负面的论调。他讲述中俄关系实际上是大国关系的典范。实际上，3月2号，秦刚在新德里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期间，会见俄外长拉夫罗夫时也曾表示，在中俄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新范式，也为促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发挥重要作用。塔斯社记者提问称，未来俄中双边贸易中是否有可能放弃使用美元或欧元？秦刚说，答案很简单。什么货币好用，既安全又信得过，就用什么货币。国际货币不应该成为单边制裁的杀手锏，更不应成为霸凌胁迫的代名词。去年中俄经贸合作逆势前行，双边贸易额增长29.3%，达到创纪录的1902.71亿美元。今年2月，人民币首次超越长期占据第一的美元，成为俄罗斯月度隔日交割交易量最大的外币。他也非常诙谐幽默地讲述了中俄关系在贸易问题上呈现出来他国所担心的去美元化的这个趋势。他更加用了实用主义和务实主义的这个说法，就是我们所谓的去美元化的现实的这种趋势，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市场行为。他讲这个国际货币不应该成为这个施加制裁的一个代名词。我认为这句话讲得非常好，是对西方它的霸道霸权运用这个金融手段欺凌他国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回应，掷地有声。实际上，人民币交易量已经在过去3年飙升，彰显其日益提升的国际影响力。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人民币占2022年全球所有外汇交易量的7%，并超越澳元、加元和瑞士法郎，成为全球第5大交易货币。去年人民币期权的交易量比3年前几乎翻了2番。对于美西方一些势力企图利用乌克兰危机碰瓷中国，秦刚表示，乌克兰危机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原因，本质上是欧洲安全治理矛盾的大爆发。我们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做出判断。中国既不是危机的制造者，又不是危机的当事方，也没有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凭什么要向中国甩锅推责、制裁、施压，甚至威胁？对此，我们绝不接受。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2月24号，外交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体现了2月21号中国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的精神。立场文件提到，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对此，秦刚在记者会上指出，提出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止战、启动和谈等12条主张，核心就是劝和促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劝和促谈的努力一直遭到破坏，似乎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冲突延宕升级，借乌克兰危机达到某种地缘政治意图。当前乌克兰危机到了紧要关头，要么停火止战，恢复和平，走上政治解决的正轨，要么火上浇油，扩大危机，陷入失控的深渊。我认为在这次阐释上，是对全球层面上在乌克兰危机中国立场、中国方案的一次再阐释、一次再传播。我自己周边的一些朋友一些外国朋友对这次的这个阐释我觉得他们都表示令他们印象非常的深刻。
推动冲突延宕升级的看不见的手，显然就是美国。俄乌冲突升级近1年以来，美西方不仅对俄实施严厉制裁，还不断升级军援拱火，这让美国军方军火商及政客捆绑形成的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美联社报道称，截至2月底，美国提供的对乌军援总额超过500亿美元，其中巨大部分是以购买美制武器的方式实现。而据英国金融时报统计，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2022年还趁机从欧洲大赚超过1000亿美元，一船液化天然气的利润最高时超过1亿美元，堪比印钞机。而一直追随美国对俄实施多轮制裁的欧洲，则陷入能源危机、高通胀和制造业外流的3重困境。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第4季度，欧盟企业申请破产数量创历史新高，环比增长26.8%，达到2015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底以来，欧洲掀起一个访华小高潮。去年11月访华的德国总理舒尔茨就表示，德方反对搞阵营对抗，政治家有必要为此负起责任。德方愿为推动欧中关系发展发挥应有作用。去年12月赴北京访问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对中国领导人表示，欧盟坚持战略自主，愿做中方可靠、可预期的合作伙伴。欧方愿同中方继续推进欧中投资协定的进程，增强供应链稳定互信，深化欧中各领域互利合作。针对法新社记者称，过去几个月中美关系紧张，中方是否计划加强与欧盟的政治和商贸关系的提问，秦刚回应称，中欧是2大文明、2大市场、2大力量，中欧开展交往完全是基于彼此战略利益独立做出的选择，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不管形势如何发展，中方始终视欧盟为全面战略伙伴，支持欧洲一体化。我们希望欧洲经历了乌克兰战火的磨难，痛定思痛，真正实现战略自主，长治久安。那今天的外长记者会呢，创下了多个首次，这是党的20大胜利召开之后首次举行的外长会，也是3年疫情后呢首次面对面的外长会，同时也是秦刚首次以外长身份出席的2会外长记者会。那中国的外交政策会有怎样的新气象？外交风格会有怎样的新变化？外界呢都十分的来关注。而且不到9点，我就注意到会场内挤满了不少的人，很多来晚了的记者只好站在会场的后方等待工作人员加位置。记者会持续了近2个小时，共有14个问题，都是全世界关注度最高的热点和焦点，比如说中美关系、俄乌冲突、台海局势等等。那今天提问的记者也是来自全世界各地，既有西方国家的媒体记者，也有许多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记者。那无论问题是否尖锐，也无论提问记者代表的国家媒体是大还是小，对于所有的问题呢，秦刚都予以了充分的回应。那我注意到秦刚的回应干货满满，金句频频，运用了许多巧妙的比喻，也准备了一些颇具新意的环节。那谈到中俄关系的时候，秦刚形容这样的大国关系是坦坦荡荡的君子之交。对于中美关系，秦刚点出美方所声称的加装护栏的实质就是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这办不到。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呢，秦刚特地带来了实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且是从法理的层面回应了为何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秦刚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地动山摇。那谈到乌克兰危机，秦刚则是不点名的说，中方劝和促谈的努力似乎受到了一只看不到的手干扰。虽然秦刚没有点名，但言下之意也十分明显。有记者也问到了中国的外交风格，也就是所谓的战狼外交。那这个问题呢，也形成了今天记者会的一个小高潮。秦刚是打趣的说，中国外交是要与狼共舞，保家卫国。通过这场外长会，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秦刚这名中国外交官的立体感。在谈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时候，秦刚是非常有斗争精神的。那向一些势力发出了非常强烈的警告，但谈到自己的驻美期间在美国国内走访的经历的时候，他则是露出了亲切温和的表情。那通过今天的外长会，我们也能感受到秦刚作为中国外长更加丰富具体的形象。履新3个多月的外交部长秦刚首次亮相全国2会外长记者会，中外媒体都充满期待。多家境外主流媒体对这场记者会进行了提前预告，显示对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高度关注。秦刚表示，中国外交已经按下加速键，吹响集结号，对外释放了哪些信号？这场记者会干货满满，金句频频，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来看看报道。
秦刚在开场时就强调，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党的20大对中国外交规划了顶层设计，明确了使命任务，做出了战略部署。当前，国内新冠疫情形势好转，中外交往有序恢复，中国外交已经按下加速键，吹响集结号。他表示，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新征程上的中国外交迎难而上，勇于担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秦刚还预告，今年中国将以元首外交为引领，全力办好首次中国加中亚5国元首峰会和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大主场外交，不断展现中国外交的独特风范。这样的一个年份非常特殊、非常重要，举办“一带一路”，举办中国和中亚元首的高峰会，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就是中国的这个外交展现出来一个全球大国外交的特点。我们今年的这个外交的这个重点啊，是中国和中亚，是一带一路啊，这个主场外交重点。可见什么呢？可见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外交现在真正有了更多的全球大的布局，既重视跟发达国家的关系，也重视跟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均衡化的一个特点。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秦刚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发起各方共建、世界共享的优质公共产品，因为优质实用，所以广受欢迎。迄今已吸引了世界上超过3/4的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他还引用了一组数据，倡议拉动近1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让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鲁班工坊帮助20多个国家的年轻人掌握了职业技能，中欧班列迄今已开行65000列，中老铁路让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中国的发展经验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注。在回答埃及鲁兹尤素福杂志记者提问时，秦刚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特征：1是独立自主，2是人民至上，3是和平发展，4是开放包容，5是团结奋斗。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国家，整体迈入现代化，这将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对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的成功发展，充分证明，各国完全有权利、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将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这场记者会上，秦刚直面犀利提问，驳斥西方对中国外交贴标签的抹黑谬论。近年来，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别有用心地将中国外交形容为战狼外交。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就此提问，中国是否抛弃了以往被视为强硬的标签？秦刚回应称，所谓的战狼外交就是一个话语陷阱，制造这个话语陷阱的人要么不懂中国和中国外交，要么无视事实，别有用心。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记得我刚到美国任大使的时候，美国媒体惊呼：“中国战狼来了！”现在我回来当外长了，这称号又不给我了，我还真有点若有所失。中国的外交有足够的厚道与善意，但当豺狼当道，恶狼来袭时，中国的外交官必须与狼共舞，保家卫国。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今天的外长记者会是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因为有政府换届联的背景，秦刚作为新任的外长首次亮相两会记者会，那么外界的对这个记者会的期待和关注呢，可以说来得格外的强烈。那么就此来说呢，读懂秦刚在这一场2小时记者会中的精彩答问，外部世界实际上也就读懂了大国外交，读懂了大国外长本人。同时呢，我也要特别提醒，读懂这场记者会视线不能只落在刷屏的金句上，要真正理解这场记者会的问题设置与部长回答，感知大国外交的高度、温度和年度的主线。我们必须要站到更高的层面，必须要精准把握在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大国对于外部形势的态势感知。事实上，我认为这恰恰是今年两会所着力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之一。6号下午，习近平在看望政协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就深刻指出，过去5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显著增多。尤其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那么，美国彭博社昨天的报道就说，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少有的对最大贸易伙伴国的直接的批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分析研判，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加大，外部打压遏制不断上升，要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那么，如何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呢？中国最高领导人指明了方向，也一直在顶层设计，在鼎力示范。他6号呢就再次重申，就是要迎难而上，沉着应对，不信邪，不怕压，不避难。那么这实际上也是秦刚今天所着力展现的，令外界尤其印象深刻的精气神。大国外长不信邪，不怕压，不避难；大国外交不信邪，不怕压，不避难。美国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办不到。秦刚谈中美关系的这句表述，今天刷屏了。您对此有何评论？中美关系走向无疑是这场记者会的最大焦点之一。除了今天美国 NBC 电视台记者的提问，其他呢包括凤凰卫视记者就所谓台海冲突前景，以及新华社记者有关美方推进布局所谓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这个提问等等，实际上也都和中美关系密切相关。那么足见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着实牵动着整个地球的神经，是头号的关切。那这实际上也再次见证秦刚本人的一个标签式的提法，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和我们星球的前途命运。他今年初卸任驻美大使之际，在《华盛顿邮报》刊发署名评论，就是以此作为标题。今天NBC 电视台记者援引这句话来开篇提问，足见秦刚的中美关系的大局观已经在影响，并且在塑造西方舆论。今天秦刚答美国电视记者的问题，整整谈了16分钟，在14个问题的回答中，用时最长，论述最详，金句最多，也确实最精彩，最有感染力。结合自己在驻美大使任内在美国所见所闻所思，秦刚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讲述了中美关系的故事，有力驳斥了美国对华认知与定位的偏差，搞全方位遏制打压和零和博弈的恶性的对华竞争观。值得注意的是，秦刚就中美关系的大段论述表达非常接地气，用了很多非常贴切生动的比喻，让人印象深刻，确实有入耳入脑的传播效果。比如呢，秦刚批评美国动辄拿规则说事儿，却处处想着要绊倒对方，甚至想让对方参加残奥会等等，美式对华竞争观的这种荒唐与荒谬剖析可谓是鞭辟入里。又如呢，揭露美方所谓加设中美关系防护栏的提法，它的实质就是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无异于一剑封喉的揭露美方所谓话术乃至话语陷阱。进而秦刚对中美对抗严重后果的告诫，自然就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如果美方不踩刹车，继续沿着错误道路狂飙下去，再多的护栏也挡不住脱轨翻车，也必然会陷入到冲突对抗。至于对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地动山摇的再次警示，这也是对台湾问题作为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作为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作为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的再一次的强力重申。秦刚今天也自信谈及所谓战狼外交话题，他还特别点赞新加坡记者的提问很有意思。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呢？如果说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提了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么今天大国外长的回答就更见分量，更有意义，乃至更具显著性了。那么这个故事它所见证的正是秦刚对战狼外交令人信服的定性，它就是一个话语陷阱，它的制造者要么
不懂中国和中国外交，要么就是无视事实，别有用心。如果说战狼外交是西方政客与舆论场强加给中国外交的称号的标签，那么今天大国外长他用举重若轻的自信回答，把这个标签给生生扯下来了。而且呢，秦刚在回答的最后也确实展现了大国外长的真性情。中国外交有足够的厚道与善意，但是当豺狼挡道，恶狼来袭，中国的外交官必须与狼共舞，保家卫国。这是中国外交官群体对不信邪、不怕压、不避难再一次的血性表达。当然了，拆穿战狼外交这一话语陷阱，拆下被强加的话语标签，并不意味着来自西方的类似攻击就会消失，就会绝迹。今天啊，秦刚最后呢，他也坦诚，现在中国比以往更加容易上热搜、被围观，但是呢，我们手中的麦克风还不够多，音量还不够响，舞台上也还有不少的麦霸，所以啊，这关涉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议程，这也是大国期待破题解决的紧迫议程。应该说，秦刚今天的记者会被全球围观，也上了全球热搜。大国的外长声量够响亮，成了全球舆论场上的麦霸。有了这样的丰富实践与成功案例，相信他对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破题思考与布局推进，一定有了解决的全案。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作为世界观察中国发展趋势的重要窗口，今年的中国两会有哪些议程备受瞩目？国际社会又关注什么？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别策划“外眼看两会”。今天的嘉宾是多次接受深圳卫视专访的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库恩表示，通过仔细研读中国政府的工作报告，他对中国设定的5%左右的经济增速目标尤为印象深刻，向仍动荡不安的世界经济形势传递了积极信号。The overarching feeling is that the priorities going forward are clearly stability, economic stability, social stability is really the number one objective. 在今年的中国两会上，外交部长秦刚首次亮相外长记者会。针对当前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秦刚表示，美国对华认知和定位出现了严重偏差，把中国当成最主要对手和最大地缘政治挑战，第一粒纽扣错了，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完全脱离了理性健康的正轨。长期关注中美关系发展的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库恩日前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表示，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十分特殊，民主党和共和党尽管党争激烈，但他们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事情就是对华强硬。And so you're in a position now where there is a kind of fear that you as a politician would be called soft on China. So it's not so much the answer that the Republicans are hampering Biden's China policy. It's that the common perceptions are putting all politicians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and that puts a lot of pressure on people in power making decisions, which is generally bad and unfortunate. We have to reverse that, which requires the senior leadership really need to be speaking to each other more. That sends at least a signal that there is a bottom to the relationship that's not going to get any worse. 库恩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其实美方很清楚，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且越来越重要。Now, by signaling that Janet and Gina want to go to China is a way to try to put this back together again. And so that's a soft way to signal that we want to have some improvement. 作为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库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曾多次赴北京，近距离观察中国两会。在他看来，今年的中国两会意义非凡。Because it comes after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last October, which as a party Congress set a longer range goal for 25 plus years, going to 2049,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lso the intermediary date of 2035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full modern socialization calle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policy was put in place at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and this is the first a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It's not only focused on 1 year, but 5 years or 10 years or even 25 plus years. That's the significance. According to the work report, China set a growth target of around 5% for 2023, compared with the number of 2 years ago. Do you think this year's target is rather conservative? I follow the work report very carefully and compare it with previous years. About 5%. It's at the lower end of expectations that economists were expecting because China's been doing very well, and they thought some predicted it might be as high as 6%, but I actually like 5% because it gives flexibility. So there are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could be uncertain, and of course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volatile with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putting all sorts of pressures around the world, both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in terms of the various pressures that are being felt. So stability is number one, growth is number two.